向阳，醒醒，快醒醒！我这是在哪儿？我不是……我去，这人怎么长得跟猴一样？我穿越了！我叫李向阳，人称素质教育酒漏鱼，平时最爱作死惹事儿。在一次捉弄班花小美的时候，小美，这个送给你。李向阳，你混蛋！不幸跌倒在路边。被卡车撞死，穿越到一个同名的家伙身上。坑爹呢这是！哎呀，别磨蹭了，要是天黑之前没把火太岁带出去，季灾那家伙可是会真的打死我们的。根据这副身体的记忆，季灾就是个混账王八蛋，看原主跟兽猴好欺负，就逼他们进这又脏又臭的恶爪矿洞，给他找什么火太岁。打他呀！没想到洞里还有洞，摔死我了。哼，不过我李向阳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季灾是吧？你给我等着！糟了，是灾恶兽，看样子应该是一只2级混沌灾兽，但是凭我们2个初级执法者的实力，恐怕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检测到宿主遇到危险，情绪收集系统激活。系统可以帮助宿主收集周围的强烈情绪，为宿主提供各种强化。哦，我的外挂到账了，情绪收集系统是吧？有了，兽猴别怕，我知道这只灾恶兽的弱点，就是它的屁股，快攻击它的屁股！屁股？向阳，你确定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什么灾恶兽的弱点在屁股上啊？200%肯定。兽猴，哥们儿啥时候坑过你啊？快去吧。是，那我去了，向阳，你随时接应我啊。没事儿，有爸爸在呢。哎！哎呀！检测到恶爪魔牛的愤怒情绪，当前愤怒值为50%，增长到70%，将能用于强化宿主。向阳，是不是搞错了？怎么感觉没伤到他，反而把他激怒了？没错没错，你刚刚那一拳已经把他打成内伤，他是在硬撑，再来一拳他就得归西。好吧，那就再给他来一拳。豁出去了！你可别真的坑兄弟啊！网钩拳！这次你真的坑死老子了，我们都得死在这儿！恶爪魔牛的愤怒值提升至80%，兽猴恐惧值提升至65%，宿主剩余可用强化1次。怎么才65%？山洞里哪来的小脚皮？混沌灾兽恶爪魔牛愤怒值85%，队友兽猴恐惧值100%。兽猴别怕，爸爸来救你了。强化地级技能影核，已为宿主强化低级技能影核，提升为 C 级技能影核铠甲。已为宿主强化低级技能影切，提升为 C 级技能影切无双。
我真是太帅了！恭喜宿主击杀2级混沌灾兽恶爪魔牛，获得500星火能量，等级1阶大成提升为1阶圆满，解锁霸影专属升级技能影烈。这也太爽了吧！收集情绪可以提升实力，杀怪之后获得奖励继续提升。酷！这怕是要起飞呀！向阳，你太牛了！幸好有你，不然我就真的死翘翘了。好了，别怕，有爸爸在，爸爸会罩着你的。接下来看看杀了那只灾厄兽有没有掉什么好东西吧。向阳，你看，啊，是火太岁，原来在这只灾厄兽的肚子里，难怪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哎呀，这下可以给祭灾交差，不用被打了。这是恶爪魔牛的毒囊。啊，向阳，嘿嘿，祭灾是吧？这么嚣张，给你加点料。向阳，你干什么？祭灾会杀了我们的。嘿嘿，以火太岁这么猛烈的药性，加了这个毒，他以后有没有力气再欺负我们，还两说呢。老大，火太岁找到了。哦，没想到你们两个小子还真的把火太岁给找到了。只要是老大吩咐的事，做小弟的赴汤蹈火一定办到。看在你们两个这么能办事儿的份上，今天这一顿打就免了。谢谢老大，祝老大早日突破。有了火太岁提供的新火，老子突破到3阶指日可待。恭喜老大，祝老大早日突破。等着看好戏吧，瘦猴。还好祭灾没看出火太岁被下了毒啊。唉，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根据这副身体的记忆，这就是我现在的家。这个世界的人都无数怪兽不断的进行试验。原主的父母作为觉醒星火的异能者，为了保护平民而战死，只留下这么一间小房子。既然老天给了我第2次机会，那就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吧。喂，瘦猴，什么事儿？镇上出现了几头混沌灾兽，上头命令我们立刻前去参与歼灭。歼灭？怎么会和我们扯上关系？哎呀，祭灾毒发送医院了，执法者人手不够，只能1阶的顶上了。我们的任务地点在广场。哦，祭灾毒发了，活该！瘦猴，以后只要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我们。行，广场是吧？我现在就去跟你会合。有战斗，那就意味着又有机会变强了。打怪升级的日子才是真男人该过的。快！火能量正在急剧消失，赶快送急救室！什么？我的星火能量在消失！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医生，向阳，这边。那是荣战团团长铁骨的第5子铁砂。这家伙经常仗势欺人，抢夺别人的星火资源，简直恶心至极。我靠，向阳，我们的任务是来帮这个家伙？帮个屁！我要是帮他，我是孙子。喂，那边2个废物，还不快过来帮忙？还是不了，铁公子，我们2个废物怎么敢去给你们荣战团添乱啊？我去，你哪来的凳子？我们还是在一旁好好观战学习好了。你说是吧，瘦猴？你出生入死还带着爆米花？技能严盾。
铁公子借力飞天，令魔狼束手无策，我怎么就想不到这招呢？瘦猴，同样是拳战，你可得跟人家铁公子好好学学。你看人家那反应速度，那严盾的防御强度，你可是拍马也赶不上啊！喂，李向阳，你小子阴阳怪气说些什么呢？想找死是不是？哪有，我这不是建议瘦猴向你们铁公子学习吗？检测到荣战团成员的怨念情绪，当前怨念值为40%，增长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这只畜生的体力已经快耗尽了，大家一鼓作气，给我把他拿下！是。向阳，我们真的就这样在一旁看着吗？会不会不好跟上头交代？检测到荒原魔狼的体力值即将耗尽，宿主可以寻找机会将其击杀。不愧是我的系统，真懂得。谁说我会一直这样看下去的？这个铁砂不是最喜欢抢别人的资源。现在是我李向阳的抢人头时间。你去。确认击杀荒原魔狼，获得1000星火能量。等级1阶弄影学徒，圆满提升为2阶驱影行者。小成，解锁霸影专属 C 级身法技能即影行。向阳，你突破到2阶了，太好了！哼，李向阳，找死！从来都只有我铁砂占别人便宜，你居然敢抢老子的东西，把他给我废了！是。荣战团成员怨念值80%，宿主剩余可用强化1次。向阳，这么多人你打不过的，我来拖住他们，你赶紧跑吧。你把我当兄弟，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跑？不跑？那你的意思是打？荣战团的各位，我们兄弟2个接到命令前来助战，现在3恶兽已经击杀，我们就先回去复命了哈。强化技能即影行，已强化 C 级技能即影行，提升为 B 级技能影盾。哼，傻子才会硬碰硬，敌众我寡，当然是36计走为上，拜拜了您嘞！影盾，可恶，让那小子跑了！李向阳，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向阳，你抢了铁砂的魔狼，还当面逃走，这下铁砂肯定不会放过咱们了。没事儿，放心好了。这样看来，不赶紧升级不行了，得认真起来了。老子可不想这么快又挂一次。走，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接。一群孬种，没一个有胆量的，出去别说是我柴力的人。喂，哥们儿，老财怎么了？谁把他气成这样？废弃工厂出现一只恐怖魔猿，没人敢接任务，执法官正生气呢。李向阳，你跟执法官关系最好，你快去让他消消气吧。是呀，你没什么实力，别的地方没用，至少可以哄哄执法官开心嘛。没什么实力，向阳刚刚突破到2阶了，睁大你的眼睛看看。2阶了不起吗？这里谁没有2阶啊？当然有。废材兄弟的另一个瘦猴，不就还只有1阶吗？恐怖魔猿是吧？谁说没人敢去？我去。好了，别吹牛了。就是，没有3阶实力，连抗衡恐怖魔猿都是做梦。李向阳，执法官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他可舍不得你去送死。是啊，向阳，你别意气用事啊！恐怖魔猿的实力不是开玩笑的。哼。向阳，你来了，坐。差叔，恐怖魔猿的任务我接了。向阳，你今天没发烧吧？差叔，我没事儿，我不能一直生活在你的保护之下，而且我也是执法者，击杀怪物保护镇子也是我的责任。那可是恐怖魔猿，
你怎么对付得了？叔，哪怕看一看那只魔猿，长长见识也好。况且真打不过，我还不会跑吗？那好吧，有志气是好事，不过你可得答应柴叔，有危险立刻跑，千万别勉强啊！一定，谁跑得有我快啊？假证据原来真的会起鸡皮疙瘩，不过幸亏老子演技过硬，顺利忽悠到老柴，把任务接到手了。少豪，啊，废弃工厂你就别跟着了，在这等我的好消息。不是吧？他真去啊？去吃夜宵的吧？就是这里了。有美女。职业火力追随者，等级3阶，暗枪斗士。烦人的东西！还不滚！看这身打扮，应该是个富家千金，怎么会自己一个人来冒险？不过他火力追随者职业，清小怪倒是方便。嘿嘿，这位美女，在前面带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舒服，一路走来一只怪都不用打，一路畅通，这种蹭大老车的感觉太爽了。那是一座祭坛，看来灰烨现象的侵蚀不仅会产生危险的魔兽，还会带来诡异的现象。真是块硬骨头，我更硬。我去，这也太帅了！不知道霸影职业有没有这种爆炸技能，老子必学。不好，这只恐怖魔猿的实力超过3阶异能者，刚才的攻击并没有重伤到他，那位大小姐怕是要领盒饭。居然没死，不可能！你想干什么？跟着本小姐就算了，还占便宜，好恶心！快从本小姐身上起开！啊？我占你便宜？我那是为了救你。谁让你来救本小姐了？本小姐实力是3阶，需要你这个2阶的废物来救吗？分明是想趁机吃本小姐的豆腐，给本小姐滚开！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已经变成上下两段了。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你这种男人的心思，本小姐最清楚不过。好，算老子倒霉，多管闲事。这只恐怖魔猿你来打，看你有多厉害！真是狗咬吕洞宾。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就别怪老子踩在你头上升级了。就这就是3阶强者的速度吗？老奶奶过马路都比你还快好吗？陈雅欣，本小姐的实力轮不到你这个2阶男来评判。增长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没办法了。不怪这有些人，昂贵的良品级道具随便用，要是没有超能力，我看你早被那只猴子按在地上摩擦了吧。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给本小姐闭嘴！陈雅欣愤怒值70%，增长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哦，这就是大小姐的全力一击了吗？我看比那只猴子挠痒痒都不够力道啊！陈雅欣愤怒值80%，宿主可用剩余强化1次。恭喜宿主累计获得4次强化，系统升级提升为2级。原来系统还能升级，还有商城，还能开启第2职业，这下有的爽了！赠送免费技能购买次数1次，请宿主在以下3个 C 级技能中等等，任选一个进行学习。真男人无法拒绝的艺术，我来了！果断选择引爆，然后使用强化次数，强化引爆。已强化 C 级技能引爆，升级为 B 级技能按时引爆。按时引爆
爆炸附带暗影侵蚀效果。不好意思，美女，再看你打下去，我都困得要睡着了，还是让我来吧。让你来？你个二阶的废物，上赶着去送死是吧？好，我成全你。呵，来吧，让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大小姐好好见证你的威力。按时引爆！去！啊！确认击杀恐怖魔猿，获得1500点星火能量。居然也照着抹杀了恐怖魔猿！你在隐藏实力？你的实力绝对不止2阶。隐藏实力？你太抬举我这个2阶废物了。我错了，我不该对你那样说话，我跟你道歉。别，大小姐的道歉我可承受不起。人心，有了这个就可以证明我击杀了恐怖魔猿，可以回去交差了。这是，居然还有意外收获，说是良品级宝物雾影珠。检测到宿主获得良品级宝物，物品强化功能开启。宿主积攒的强化次数可用于强化良品以上级别宝物，提升品质。这岂不是说只要一直强化下去，就能强化出最高品质的古神级宝物？简直太逆天了！不枉我大半夜的跑这一趟，太值了。这颗雾影珠利用好了，又是件阴人的大杀器啊！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不该带着恶意揣测你，我这样很没有礼貌，对不起。你想干嘛？像你这样蛮横无理的大小姐，我才没有心情搭理你。我没有恶意，我是真心向你道歉的。只要你肯原谅我，什么补偿我都答应你。哦，什么补偿都可以吗？不可以。大小姐居然害羞了，还有点可爱。不过不好意思，我李向阳可是很记仇的，你的道歉我不接受，后会有期。1000万。小镇北方出现了一座猛鬼墓穴，根据情报，里面很可能存在预言浮雕。预言浮雕？预言浮雕可是所有觉醒者梦寐以求的终极宝物。浮雕上蕴含着世界的终极真相，以及能够彻底消除辉烨灾厄的神之力。我愿意出1000万，请你跟我组队探索猛鬼墓穴，而且从墓穴里得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平分，包括预言浮雕。不好意思，大小姐，我李向阳不是钱可以收买的。再见。这个大小姐的脑子不太聪明的样子，知道了副本方向，谁还要带上你这个拖油瓶啊？嘿嘿，不愧是我，李向阳，你真是机智了。喂，瘦猴，那小子该不会是躲在家里睡大觉吧？说什么呢？向阳根本不在家。不在家？那就是真去废弃工厂了。这会儿肯定已经死得透透的了，大家都散了吧。李向阳回来了，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我没死。向阳，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要不要去医院？我只是去解决个星星，能有什么事儿？星星，那可是恐怖魔猿啊！以你的实力，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除非你根本就没去。对，他根本就没去。你说没有就没有，可我的确做到了。笑话，你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还解决恐怖魔猿？你这个废物，要是能杀了恐怖魔猿，我以后叫你爹，我跪下给你磕头都行。没错，你要是杀了恐怖魔猿，我给你跪下上征服。你要真这么厉害，以后我是你孙子。嘿嘿，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恐怖魔猿的原型，你们不会不认识吧？儿子们、孙子们，快给老子跪下磕头上征服吧！不会吧？真的是恐怖魔猿的原型？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不可能，这也太难以置信了吧！
向阳，你回来了。任务完成，恐怖魔人已经被我击杀，这是他的心脏。不错，这的确是恐怖魔猿的心脏。向阳，你做得很好。你们几个废物、怂货、垃圾！向阳不过2阶的实力，不但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且圆满的完成了。天天互相吹捧自己是什么强者，吹，我都替你们恶心。为了奖励李向阳的勇气和他击杀恐怖魔猿的功劳，我宣布，即日起将李向阳从初级执法者提升为中级执法者，并且授予这把这难道是熔炉镇心火执法部唯一一把优质级武器，请认。可恶啊！熔炉镇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武器，就这么给了李向阳这小子！有人啊，我的梦中情节！属下定不辱使命，奋勇杀敌。检测到宿主获得优质级武器，解锁武器专属技能极影刺。极影刺快速接近敌人，发起针对弱点的致命一击。得到一把强力武器，居然还有系统赠送配套技能，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向阳，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以后好好干。没问题。好了，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去。向阳，你忙完来我办公室一趟。遵命。散了。哎，我的好儿子好孙子们，先别走呀，说的跪下唱征服呢。向阳，我们刚才开玩笑的，您大人有大量。对啊，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不敢了。我没在开玩笑，你们是不是想试试我手中这把影刃？爷爷，我们错了。这还不错，老子现在心情好，就不跟你们计较了，滚吧！谢谢爷爷。向阳，你看，是季赞，怎么办？火太岁的事儿，他会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安了，就算他想找麻烦，老子现在还怕他？哟，季灾老大，这是怎么了？该不会是身子太虚了，吃了火太岁虚不补寿吧？李向阳，说，是不是你在火太岁上下了毒？什么毒？我不知道啊。火太岁原来是有毒的吗？别装蒜，我知道是你搞的鬼。嗨，季灾，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能乱说啊！我可是清白的。清不清白，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要跟你单挑。单挑？好啊。这小子真是傻。老大虽然被火太岁卸掉一半心火，实力下降的厉害，但也不是他一个1阶的废物可以碰瓷的。哼，这下有好戏看了。老大被整得这么惨，这次一定会打死他。好看拳！啊！居然偷袭，太脏了！好了，老子不陪你们玩了。啊，老大，你没事吧？快送我去医院！柴叔，你找我？向阳，你来了，看看这个机密本来不能告诉你的，但是你打败了恐怖魔猿，现在已具备这个资格。猛鬼墓穴，新的会议侵蚀地点吗？就是那个大小姐说的可能有预言浮雕的地方。没错，镇外的一座古墓被灰烨侵蚀之后，形成了一座猛鬼墓穴。据说里面可能存在着具有神力的预言浮雕。向阳，你还记得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吗？我的父母不是为了保护镇上的居民战死的吗？那只是执法总部向外公布的说法。你当时年纪太小，
不清楚其中内幕。你的父母也许并没有死。什么？当年，你父母被组织派去调查预言浮雕，出现意外，只找到他们的尸体，但是尸体在火化之后，却并没有产生骨灰，而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那是不是说明他们两人的尸体是假的？就算是造假，也总归会留下些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那2具尸体是预言浮雕的神力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的父母可能并没有死。没错。虽然那2个人并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但是如果预言浮雕真有神力，那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安全啊。所以阐叔，你想让我去调查预言浮雕，寻找我父母的下落？当然，调查预言浮雕会很危险。也许是我猜错了，也许你父母早已经……唉，向阳，你要是想一辈子安安稳稳，那就待在镇子里。柴叔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不，柴叔，我不怕危险，我要去。如果爸爸妈妈还活着，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很好，柴叔果然没看错你。向阳，你是好样的。柴叔，事不宜迟，那我去了。好，万事小心，千万别勉强。哼，李兄弟，弟妹，你们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我一定会好好利用他，让他发挥出他应有的价值。根据原主的记忆，山里白天不应该有这么多雾才对。看来已经进入会议影响的范围了。觉醒星火就是好，有了星火空间，用来放东西还挺方便。哦，开始刷怪了。这会议有点东西，出现在古墓附近就能变化出女鬼。要是这地方在古代是皇帝的后宫，那岂不是美滋滋？跟美女打架更过瘾。不过小家小米就别想浪费我的时间了，得赶紧找到古墓入口。接下来到你了。给我趴下！快带我去找古墓入口，不然现在就杀了你！谢谢了，你可以死了。这猛鬼墓穴里的 BOSS， 恐怕只会比恐怖魔猿更强，还是不要大意。吴公子，这里3条路，我们走哪一条比较好？有人已经先到了。哟，荣战团的各位，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李向阳，来的正好，给我围起来！居然敢戏弄本少爷，你死定了！大家别冲动，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好说的，这里没有别人。李向阳，今天你就死在这里吧。哎，你们不会打算以多欺少吧？难道大名鼎鼎的铁砂团长对付我这个2阶萌新，还要人帮忙？本少爷会怕你？笑话！一个区区2阶的废物！你们都给我退下！我要亲手打死他，以解我心头之恨。果然上当了。哎呀，跟这种人头猪脑的废物少爷交手，真是太爽了。李向阳，受死！什么？你居然接住了我的强力一击！嘿嘿，侥幸，侥幸。铁砂，住手！雅欣，你怎么来了？
哦，铁砂跟那个大小姐认识。唐熙，这他让你住手，又没让我住手，关我屁事。再说了，就算他让我住手，我就要听他的吗？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这个家伙好特别啊！铁公子，你刚才不是说要跟我单挑吗？来呀！你不是说要杀我吗？来呀！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30%，提升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什么声音？难道是鬼王？五公子都被打成这样了，我们还要继续吗？要不我们还是撤吧。检测到熔战团成员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30%，提升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这群怂炮，看来又可以强化好几次了。快跑啊！喂，你们先别跑啊！我的强化次数啊！刚刚那个嚎叫声，说明鬼王已经苏醒，而且处于狂暴状态，非常危险。危险吗？那正好。哼，厉小阳，你想干嘛？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40%。不要啊！李小阳，杨哥，求求你放过我！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50%。你该不会是想……没错，当然是把你扔给鬼王吃掉。不要，杨哥，求求你放了我！我错了，我不该挑衅你的。你想要什么？钱、女人还是升级资源，我都可以给你的。只要你放过我，杨哥，不要啊！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70%。救命啊！我还不想死！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80%。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1次。我不管你们两个有什么恩怨，觉醒者之间禁止互相残杀。我来拖住鬼王，你们先吞后再说。哼，尝尝这个。可恶！别太小看我了。没想到大小姐居然给我打掩护，心眼倒没有坏的这么彻底。我李向阳不喜欢欠人情，那就勉为其难再救你一次吧。等一下再跟你算账。鬼王，暗影分身，你的对手是我。使用强化次数，强化武器，影刃。已强化优质级武器影刃，提升品质为优质加。解锁武器被动技能会心一击，弱点攻击有10%概率造成一击必杀。首次强化奖励，一击必杀概率提升至50%，仅限一次击杀。居然是概率必杀的被动，而且还是常驻10%，太逆天了！而且首次一击必杀概率提升到50%，
这一剑就要你的命！移形换影，极影刺。被动会心一击，发动，确认击杀目标鬼王。恭喜宿主获得2000点星火能量，同时获得系统商城消费点数200点。宿主等级提升为2阶7隐形者，大成。好强，居然一招秒杀了鬼王！这种 BOSS 级别的怪物，居然都是被他一招秒的，这个男人太强了！怎么可能？一招秒杀鬼王，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看看这鬼王能爆出什么好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预言浮雕。哟，还真有！恭喜宿主获得优质级宝物风鬼钉，功能可以暂时封住鬼物的行动。恭喜宿主获得优质级宝物迷幻符，功能可以贴在敌人身上，造成迷幻效果。这就是预言浮雕，爆率这么低，这买卖也太不划算了。不应该啊，这鬼王看上去这么猛，怎么没掉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见者有份，见者有份，我也要。喂，你，好东西，果然是好东西，我感受到了，是力量。李向阳，不只是你一个人能变强。铁砂，快扔掉！那是鬼王剩下的残魂，如果被残魂侵蚀，异能者的星火会被黑化，甚至会变成灾厄怪物。力量，强大的力量，老子来了！为什么？力量，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铁砂，你别过去！李向阳，你让我蒙羞，逼我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要你100倍奉还！去死吧！小心！快跑！我们必须把这里的情况传出去。等等，我们为什么要跑？什么？我承认你杀了鬼王，鬼王没有意识，对你也没有仇恨。不过是吃了鬼王的残魂，变成了怪物而已，难道会比鬼王更强吗？铁砂，刚才你还算是个人，按照规定，我不能对你下死手。现在你变成了怪物，那就更不得不杀你了。新仇旧恨，一并算吧！我杀了你！想杀我，那也得你有那个本事。快躲开！这招是铁砂最强的必杀技，很危险。滚开！滚开！给我死！真是头蠢猪！找到你了！不行，这样下去李向阳会死的，得救他。移形换影，打到了！风鬼钉，喂，别动！怎么回事？我不能动了！李向阳，你做了什么？你这个卑鄙小人！哼，我也没说我不卑鄙啊，你才知道吗？是风鬼钉。李向阳，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跑了。风鬼钉刚好可以克制低级灾厄怪物，封印他们的行动。可惜啊，就这么一枚钉子，正在你小子身上便宜你。铁砂，你的死期到了！李向阳，你别杀我，求求你！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我们荣战场的实力你是知道的，你要什么？你说，别杀我！不好意思，我李向阳的做事风格一向都是斩尽杀绝，不留后患。铁砂，我想要的是你死！不要啊！不好，鬼王的残魂侵蚀在继续加深，
铁砂已经完全变成灾厄兽了。那就下地狱去吧，铁砂。不好，鬼王已死，这片回忆区要坍塌了。是个大小姐，射手牵的也太顺手了吧？莫非她看上我了？这小手皮肤滑滑的、嫩嫩的，摸起来手感还真不错。不行不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我李向阳可不是恋爱脑。但是我的性别不允许我对送上门的妹子视而不见，乖乖听话的女生还是很美好的。等一等，啊，你别误会，我只是在救你。没误会，那你脸红个啥胡泡泡啊？哎，只可惜白跑一趟，什么语言浮雕，毛都没有一根。对了，预言家浮雕，原来没有吗？哪个缺德带冒烟的放假消息，太坑爹了！既然如此，李向阳，你快跑吧！跑什么？不管怎样，铁砂都是你杀的。铁砂的父亲荣战团团长铁骨，不杀了你，他不会罢休的。荣沙团团长铁骨在全战职业上天赋极高，拥有极强的领悟力和战斗实力。在铁骨的带领下，荣战团战功累累，也因此自视甚高，飞扬跋扈。而且，荣战团一直不服从熔炉振兴火执法部的统领，同样是消灭灾厄，双方却各自为战，甚至互相下绊。这些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我叫陈雅仙。什么？你是南方幸存者联盟星火执法者总部大统领陈凯撒的女儿？嘘，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明白，我不会乱说的，还是离他远点好，否则被大统领盯上。要是别人问起，我就说没见过你。走了。喂，李向阳，铁骨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这就是隐藏着轮回日会议入侵蓝星的终极真相的预言浮雕，而且还蕴含着强大的神力。检测到宿主获得古神级物品预言浮雕，正在为宿主匹配随机奖励。恭喜宿主获得系统奖励第2异能职业，请宿主选择第2职业身份。全战火力追随者、驱灵师、霸影、慧影、隐疾。像我这样异想天开的大脑袋，当然是选择能让想象力变成现实的职业了。我选择会者。已为宿主解锁第2异能职业会者，同步宿主的会者职业等级至2阶会力行者大成。嚯，直接同步，不用练，这也太爽了吧！我的天，无敌！不过别人都是只有一个职业，我这第2职业要是暴露了，肯定会惹上大麻烦。知道我有第2职业的，只能是死人。向阳，铁骨到总部来闹事儿，要你给他儿子偿命。哎，到底发生了什么？执法官让你赶紧来总部一趟。没事儿，少豪，不用慌，我现在过来。铁骨啊，还是第一次要跟这种大人物交锋呢。柴力，把李向阳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把你这里给拆了。别以为你能包庇他，我今天一定要他给我儿子偿命。你们荣战团往日嚣张跋扈也就罢了，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到这里喊打喊杀，还真当我柴力手下无人吗？
铁砂吸收了鬼王的残魂，变成了灾厄怪物。我不杀他，他可就要杀人了。铁砂变成灾厄怪物，残杀人类，难道这就是你希望看到的吗？我儿是人也好，是鬼也罢，你凭什么处置？你杀了我儿，我便要你陪葬。检测到铁骨的愤怒情绪，当前愤怒值为50%，提升到8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执法堂的人你也敢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满足你！来人！老柴，没必要，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处理就好。向阳，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铁骨可是真的想要你偿命。铁骨，你与我的恩怨与旁人无关，你敢不敢跟我单挑？单挑？2阶打5阶，这不是送死吗？团长，一拳干爆他！哼，林向阳，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不过在这之前，铁骨，你跟王寡妇偷情的事，要不要先跟大家说说？什么？团长跟王寡妇偷情？不会吧？团长跟夫人不是模范夫妻吗？团长还有这癖？说八道些什么？闭嘴！检测到铁骨的愤怒值为70%，提升到8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铁大团长还经常3更半夜躲进小镇猪场，抱着老母猪睡觉。猪场的厂长可以作证。铁团长果然不是一般人，被5阶强者性灵，老母猪真惨！看来铁砂变成猪头灾恶兽也是有迹可循的嘛。向阳，杀了你！检测到铁骨的愤怒值提升到90%，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1次。十拳破空！消耗强化点数，强化技能暗影分身。已强化 C 级技能暗影分身，提升为 C 级技能幻影分身。幻影分身，现在分身不再是影子形态，而是完全模拟宿主的形态。雕成小技，给我破！硬碰硬果然行不通，不过我李向阳从不会按套路出牌。攻击成功，幻影分身回收。天佐，你要是能找到我的遗体，我以后跟你姓。皇室之怒！小子别太嚣张，杀了你！我杀！荣战团团长不会是个傻子吧？这么卖力，我都想捧个前场了。团长，你中计了！团长是迷幻符。你们打算干扰比赛，是吗？没有，没有最好。哼！妈妈，这个大叔好傻，打架一点都不好看，我们回家吧。向阳、瘦猴，你们跟我来。铁骨这次不会善罢甘休，正好铁锈湾那边会议活动频繁，向我提出了增援请求。我想派你和瘦猴前去支援，也正好避避风头。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早晚都要出去闯荡。而且铁锈湾有素女坊的分部，素女坊可是美女如云哦。瘦猴，想象一下，你一拳打死灾恶兽的时候，一大波美女向你靠近。我听从执法官的安排。好，我这就给你们安排船。这些技能书、雾眼珠，还有拳套。向阳，这些东西你确定都给我吗？这些你都用得上，收下吧。向阳，你真是太好了。别这样，
我要起疙瘩了。喂，你们两个，危险！快离开这里！看见没？一大波美女真的在向你靠近。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向阳，刚刚游轮上那个女生，好像是想跟我们说有危险。不好，是灾厄兽！少豪，待会儿我来把他打残，你来杀。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暗时引爆！少豪，就是现在！来，我电爆冲拳！太帅了，瘦猴！哈哈哈！你们两个就是熔炉镇心火执法部派来的帮手是吧？居然一人一招就杀死了3阶混沌灾兽！等等，2阶大成！向阳，我突破到2阶了。刚到2阶，我的天哪！啊，嘿嘿，要不是向阳，我也打不死他呀。我们素女坊分部为了守护铁锈湾，功劳也是很大的。仅仅上个月，我们就击杀了2只4阶的灾厄兽，7只3阶灾厄兽，从灾厄兽的袭击中救下民众数百人。盯着我看干嘛？检测到莫小瑶的娇羞情绪，当前娇羞值为40%，增长到7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哦，这么害羞，看来又能升级了。你好，我叫李向阳，旁边这位是瘦猴，我们来自熔炉镇星火执法部。你好，我叫莫小瑶，是素女坊铁锈湾分舵的副主事。哇哦，莫小姐，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哦。即便是素女坊，莫小姐想必也是最美的了。哪有？谢谢夸奖。坊里比我漂亮的姐妹还有很多。向阳，你太谦虚了。我们初来乍到，不知可否赏脸吃个饭，看个电影，熟悉熟悉。检测到莫小瑶的娇羞情绪增长，当前娇羞值为50%，增长到7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不好，海底那只恐怖灾王要突破封印了！你好，我叫李向阳，旁边这位是瘦猴，我们来自熔炉镇星火执法部。你好，我叫莫小瑶，是素女坊铁锈湾分舵的副主事。哇哦，莫小姐，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哦。即便是素女坊，莫小姐想必也是最美的了。哪有？谢谢夸奖。坊里比我漂亮的姐妹还有很多。向阳，你太谦虚了。我们初来乍到，不知可否赏脸吃个饭，看个电影，熟悉熟悉。检测到莫小瑶的娇羞情绪增长，当前娇羞值为50%，增长到7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不好，海底那只恐怖灾王要突破封印了！恐怖灾王，那是比5阶混沌灾兽还要强的加强级灾厄兽。我们这种实力只有2、3阶的，还是快跑吧！你们看附近的人全都跑没影了。两位，铁锈湾星火执法部和我们素女坊已经在制定歼灭灾王的集体作战计划。我们尽快去作战指挥部，跟大家会。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级别的怪物，奖励一定很多。灾王，我来了！李向阳，你去干什么？那可是灾王，你这是送死！人这家伙是能硬上了，冰之王！呀！居然这么轻松就破掉了，不愧是灾王，还真有点本事。看到了没有？我3阶圆满驱灵师都拿恐怖灾王没办法，你一个2阶大成的霸影，这是纯粹的送死行为！少豪，章鱼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章鱼最喜欢的酸瓶子。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瓶子，有了，这个瓶子够大了。哼，给我起！李向阳，你到底想干什么？嘘，仔细看着便是。这是什么操作？恐怖灾王级的幽冥章鱼，竟然乖乖的钻进了一个球里，开什么玩笑？唉，我有什么坏心思呢？我只不过是想给小章鱼一个家，顺便回忆一下童年而已。少豪，接球！来了，好球，还给你！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怎么看到2个2阶的家伙在把恐怖灾王当球踢？这真的合理吗？球踢完了，接下来该回家吃饭了。系统，有没有能解决这家伙的道具？有，当然有。系统是无所不能的。就决定是你了，夺命 gay 炸弹！消耗200点商城点数，购买 B 级道具夺命 gay 炸弹，给予2阶以下恐怖灾王致命一击，限购次数1次。少豪，准备撤退，大的要来了！走你！快跑，要爆炸了！他怎么突然间牵我的手了？啊不要想太多，莫小瑶。他就是怕我被爆炸波及而已，一定是这样。小心！确认击杀1阶恐怖灾王幽冥章鱼，获得星火能量5000点，等级突破，提升至2阶圆满，获得技能 C 级影之手。这种级别的大杀器，别说铁锈湾，连整个素女坊都不多。难道他是什么隐藏身份的世家公子，还是什么机缘逆天的气运之子？刚刚他说请我吃饭看电影，我怎么没答应啊？莫小瑶，你真是个笨蛋！嘿嘿，看看1阶灾王能掉什么好东西。这是……恭喜宿主获得完美级霸影专属装备影者机关臂铠。机关臂铠属于霸影奇巧机变系列装备，拥有多种强大功能，并且可以通过升级增加和强化相关功能。居然有这么厉害的装备，这只章鱼来头不小啊！还有东西，深海神晶居然这么纯净，一枚起码价值100万啊！居然这么大一堆！向阳，我们要发了！少豪，走，哥们儿带你去买。我可以带路的，我知道哪里有好东西。那就拜托你了，小杨。小意思，请我吃饭就好了。向阳，要不再等等吧？嘿，他们是得等一下了。前哨的车也敢拦，不想活了？前哨是说射头肥猪吗？就敢对前哨口出狂言，找死！来吧，正好试试这个新玩意儿。赢者恐惧之影。
这是什么鬼东西？救命啊！不愧是完美级物品，居然自带多个强力技能，太给力了。我爸可是南方幸存者联盟首富钱刚，首富之子是吧？马路不是你家开的，要注意避让行人。老子想怎么开车就怎么开车，赶紧放我下来，否则死无全尸。哼，死无全尸？你知道我是谁吗？你那些刚刚跑掉的保镖，有人知道我是谁吗？你们两个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不知道。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还要威胁我？放了你，岂不是才死定了？那你就死吧！好汉，英雄，饶命！饶命！你想要怎么才能放过我？钱，女人，钱，女人，这些我要你给，你还是死吧。我有预言浮雕，求求你饶了我！哦，你居然有这个！检测到宿主持有2枚预言浮雕碎片，奖励1次窥探未来的机会。这是……接下来，铁锈湾会被灾厄摧毁，我会死在这里。向阳，你没事吧？我没事。窥探未来结束，温馨提示：收集5枚预言浮雕碎片，系统将为宿主开启新的强大功能，敬请期待。社猴，我们之前升级的太慢了，跟我来，我们去把身上的钱全部花光。敢惹我，待会儿叫你好看！好汉饶命！不是说了不杀我的吗？首富之子，是吧？这样真的没问题吗？这里最贵的熔炼星火材料铺在哪儿？知道，我带你们去。不要最好最实惠的，我只要最贵的。这点门店就闪瞎我了。没见过世面。这里就是整个铁锈湾最奢华的材料店，只对会员开放。少爷，你看呢？没问题，交给我吧。在老子的地盘，你嚣张不了多久了。对了，龙魂殿可是钱家旗下的产业。被发现了，他不会后悔吧？检测到钱海城的紧张情绪，当前紧张值为30%，增长到70%，宿主将获得强化次数1次，以及额外系统商城点数。看来这小子真的在动歪脑筋。社猴，那个先被阿鲁巴了半天，又被千年杀了一夜的那个对手，现在怎么样了？他呀，上瘾了，现在不双管齐下都活不下去呀。检测到钱海城的紧张情绪，当前紧张值为40%。别紧张，只要你听话，我不会把你怎样的。保险起见，要不还是把舌头割下来吧。检测到钱海城的紧张情绪，当前紧张值为80%。恭喜宿主获得系统商城200购物点数。真是个怂炮，有没有能让人听话的道具呢？魅惑药水，售价200，使用次数3-3，能让喝下的人完全迷上宿主，成为宿主的舔狗，对宿主的敌意完全消散，持续时间为1天。这几个小屁孩儿也不进来让我拒绝一下。不好意思，两位，非会员无法入内，还请到分店铺获得会员资格。那朋友你也敢来？你放肆！宝贝，请问你还满意吗？你再这么恶心，老子杀了你！宝宝，你终于肯碰我了。钱大少爷，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难道说前少已经厌倦了唾手可得的女色，转而喜欢男人了？把这里面最好的东西拿过来，我全要了。听到没有？还不赶紧拿出来！市面上流通的顶级货都在这儿了。所以说，还有不流通的喽？把那个拿出来！可是，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我这里还有比这些更好的，希望宝贝儿能赏脸。唉，等买完材料后，老子再去找你们算账。这必须得通知董事长才行了。这才是配得上宝贝儿的礼物。恭喜宿主成功获得传说级熔炼星火材料大蛇逆鳞，吸收后将获得50万星火能量，将完美进阶3阶，免费解锁第2职业会者技能，并获得1次技能提升机会。这件宝贝怎么也能换宝宝一个香吻吧？少豪，完美级宝物归你了。太好了，谢谢大哥。能让前少甘愿花钱？不行，得想个法子把他引到我的锻造铺去。我儿子喜欢男人，还把传说级别熔炼星火材料送给他，是为博得他一笑。想死可以直说，我成全你就是了。董事长，请看 VCR。这臭小子，其他东西他送就送了，大蛇逆鳞绝对不行。董事长，已经迟了，大蛇逆鳞已经被少爷的小男友吸收了。恭喜宿主成功吸收大蛇逆鳞，完美进阶3阶无边隐者，免费解锁第2职业技能，并获得1次技能提升机会。不愧是大哥，这么快又突破了。好，我马上过去。不好意思，我还有事。你们要找锻造铺的话，你们是想找好的锻造铺吗？人家知道一家很厉害的锻造铺哦。好可爱的小萝莉。就算是托，宰的又不是我的钱。那我就先走了，后会有期。唉，大雷走了。就在那边哦，我家的锻造铺是最厉害的。就那地段，还不如我家连锁的锻造铺呢。要不是看在你手上的钱，老娘早抽你了。我家可是专做高级定制的，前少的爱人难道不值得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吗？可惜，我花不了钱了。啊？唉，我老爸知道大蛇逆鳞被我送人，我的账户都被冻结了。宝贝，你不会嫌弃我吧？宝贝。这是干嘛？要不是有小孩子，宝贝，离开我你要幸福啊！宝贝，没有你我怎么活啊？滚一边去！看到你就恶心。大哥，还去锻造铺吗？当然要去，我们不是还有深海玄晶吗？深情富二代与拜金小渣男，居然真的让他得逞了。哼，还以为能赚波大的。小妹妹，不是要带我们去锻造店吗？地方已经告诉你了，自己去吧，我很忙的。检测到楚雪妍的厌恶情绪，当前厌恶值为10%，增长到80%，宿主将获得1点强化点数。小小年纪不学好，学别人当势利眼。不好好教训一下，长大怎么办？大哥，咱们50步笑100步呀！你要干什么？还不老实，看来要直接打屁屁才行。目前，楚雪妍的厌恶值为100%，恭喜宿主获得强化点数+1。我饶不了你！这小萝莉是4阶御灵师，
变态，老老实实让我打回来，我饶你不死。嘿，你这小色鬼居然垂涎本帅哥的身体，真是不知廉耻。死啊！大哥，我来帮你。区区4阶，还需你出手吗？我倒要看看3阶和4阶是不是真的不可逾越。恭喜宿主成功花费2点技能强化点提升技能，提升霸影专属 C 级技能影副，影副技能进化为 A 级技能暗影之主。就让我试试这 A 级技能有什么不一样。喂，你不要命了？我不会杀人了吧？这小萝莉还特意减弱了那颗火球的破坏。既然你不想取我性命，我就稍微陪你玩玩吧。大哥哥来打你屁股了！死变态，扛揍是吧？那我就把你往死里打。久守必失，得想个办法。大哥帅呀！有了，嘿嘿，不想你兄弟受伤的话，就乖乖投降吧。大哥救我！喂，兄弟都不管，你也太不是人了。连瘦猴都没事儿，这小萝莉还算有分寸。进入技能范围，来吧，使用技能暗影之主。正好我还缺个养眼的女跟班。你想要干什么？打屁股太出格了，但惩罚还是要的。你现在做的难道不出格吗？要来喽！我认输，是我错了。我可以放过你，但你报复我怎么办？人家又打不过你。嘿嘿，待会儿不把你轰杀纸扎，难消我心头之恨。不好意思，本人生性多疑，带上吧。这是什么？这是影子契约，带上这项圈的人必须服从技能释放者的命令，否则的话，会怎么样？脑袋搬家。你叫什么名字？出血炎，感觉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小楚，你就是我的贴身女仆了。我拒绝。那就宠物。我还是当女仆好了。嘿，别睡了，该去干正事了。小雪，带我去你家的锻造铺吧。好的，主人。大哥，等等我啊！你要怎么才肯放过我？你本来想宰我们一笔钱，我们去你的锻造铺零元购一番，我们就算扯平了。好次的人品，好强的实力，连我都翻车了。如果能拉进我们盘古会的话，如果只是想要顶级的武器防具，在那小小的锻造铺可得不到。那么在哪里才能得到呢？那当然是加入我们盘古会了。瘦猴还真是配合。不过盘古会，按照原主记忆，盘古会是地下神秘组织，被星火执法部视为隐藏敌人，以盘古斧作为组织图案，势力范围涵盖全国，暗中拉拢还未被收纳进执法者总部的星火异能天才。大势力，大组织，也就意味着有大便宜。加入盘古会不是不可以，不过得先看看你们盘古会的实力。我们作为执法者加入盘古会不好吧？你这就错了，在哪不是对抗灾厄，何必那么一根筋呢？想要收集预言碎片，得随机应变才行。
相信老柴会理解的。看起来还挺专业。欢迎光临啊，几位客人。楚小姐，您身边的2位是？小雪啊，以后没有主人的命令，不需要和其他男人讲话。主人？怎么回事？是主人。什么？所以我加入盘古会以后会是什么待遇呢？李先生也知道，我们盘古会作为地下组织，渗透涵盖了许多领域。您需要什么，只需要给我们盘古会一些时间，都能搞到手。想要的东西啊，如果我说我想要几个貌美如花的姑娘呢？我倒是可以介绍盘古会里的年轻女性给你认识。如果您是指那一方面，就有点儿……我看起来难道是那种小头控制大头的家伙吗？还说你不是，死变态！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这个，和能解读这个的人。这不行吗？盘古会就这？既然李先生这么信得过盘古会，我们也的确有浮雕碎片的消息。我们可以肯定，此地的港湾执法支部就有浮雕碎片。你如果加入我们，夺取浮雕碎片的计划就可以立即执行了。我好歹也是个执法者，你们很让我为难啊。如果要获得这些浮雕碎片，只能和执法官对立。不过李先生，我也明白您的顾虑，这是传说级道具，隐者掩面，能让所见之人模糊对装备者的印象。如果不被执法部发现，李先生就不算背叛了。万一你骗我怎么办？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道具隐者掩面，道具效果阻碍他人对装备者的记忆，适合隐私职业进行暗杀任务。我会跟你一起去，不管出什么意外，你大可将我作为人质。不错，我接受这个提议。至于加入盘古会的事，等我拿到浮雕碎片再说。李先生，合作愉快。还有，别忘了，我来锻造铺是为了升级装备的。好的。真羡慕这些家伙，只需要提供装备和信息就好，而强者需要考虑的就多了。大叔，这优质级道具真的送我了？头都发话了，你就收着吧，今后啊都是自己人了。喂，你俩不是今天报道吗？跑哪儿去了？不管你们现在在哪儿，立刻马上给我滚到码头，宰首来袭，做好执法官的本职工作。救命啊！攻击！你现在安全了。这么多灾兽突然出现，真是蹊跷。这群畜生怎么不要命的往城市内部冲？那个方向，难道说……这么多灾兽突然出现，真是蹊跷。这群畜生怎么不要命的往城市内部冲？那个方向，难道说……大哥，不好了！灾兽入侵到城市里了，上头的人让我们去前线支援。不错，虽然这个锻造铺是你们盘古会的伪装，但还是有真手艺的。就让我看看预言是否能应验吧。小雪，备车。是，主人。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输给了李先生，我也无法想象你会答应做他的女仆。不听他的命令，我会死的。该死！这群灾兽正朝着支部靠近，他们的目标是浮雕碎片，能脱身的全部毁亡支部。来了！该死的畜生，给我让开！
没想到这东西居然吸引了这么多的赛兽，这下难办了。支援主也来了。这些灾兽都是被浮雕碎片吸引的，聚集了这么多，也就说明那个家伙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此人是铁锈港湾星火执法部执法官阮文雄，实力为全战职业5阶，象权力王。跟他硬碰硬没有胜算，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灾兽。嘘，这么多怪，可值不少星火呢。要是被那个叫阮文雄的抢走了，我会不开心的哦，小雪。那就随你的便吧，主人。你们在嘀咕什么呢？还不快来帮忙！别急，你爹这就来帮你。这么多怪，这时候巨怪技能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可惜老柴给我的宝贝，这么快就要被我用光了。使用道具万象引力符。给老子滚！这是，还真是壮观啊！完美级道具万象引力符，这家伙到底还有什么隐藏实力是我不知道的？影月，结束了，按时引爆！大哥真厉害啊！拉拢李先生的决定果然是正确的呀。不知道这次能提升我多少实力呢？恭喜宿主获得1145140点星火能量，现在境界已提升至3阶，无边影者大成。暗影分身技能升级为拟态分身，可以根据宿主想象随意更换形态，完美复制宿主的能力、性格，并且与宿主共享视觉。好家伙，刚才我用能力 cos 地爆天星，现在又给我来个影分身，这可是神级技能啊！要是能升级成多重影分身的话，嘿嘿，好厉害！别说我了，就算是5阶的阮文雄也不可能一下子清理掉这么多灾兽。好想做他的女仆，拉拢他进盘古会一点也不亏，甚至还有点小赚。有什么事吗，主人？接下来我要演一场戏，有个秘密任务要交给你。多谢大佬相助，请问你是？我是从熔炉小镇到铁锈港湾来支援的执法者，接到支援的命令后就立马赶过来了。哦，原来是破烂熔炉小镇的执法者，你这次干得不错。说吧，你想要什么奖赏？我要你身上的东西，你也不想因为他们导致异兽入侵的事被其他人知道吧？我说呢，熔炉小镇一个破地方，怎么舍得派出这么厉害的执法者来支援？原来是为了浮雕碎片呀！长官，那些灾兽全部都被你解决了。那我要是不给呢？只要你这个知情人不在了，没人会知道这些灾兽是我们支部保存的浮雕碎片引来的。给我解决它！长官，这可是能秒杀灾兽潮的高手，我们去不是送死吗？刚才这家伙是用了高级道具才歼灭灾兽的，现在他没这个能耐了。你也别怪我们，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完蛋了，这下我死定了。没想到这个分身的视线共享这么方便，就像是在看 VR 电影一样。浮雕碎片大概率就在那里了，老老实实投降，就不用挨揍了。还是稍微抵抗一下吧，不然就太假了。你让我去干的事情，就是换一套衣服，这和那浮雕碎片有什么关系吗？本少爷突然戏精上身，演戏需要服装，这不是常识吗？来帮本少爷更衣吧。啊！
实力这么弱，果然你是靠着高级道具才打退灾兽潮的。当今这个世道，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了。我不知道是谁指使你的，但我挺欣赏那小子。就是，执法者1个月就那点收入，玩什么命啊？阮哥对手下挺好，跟着阮哥没错。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你肯定是被自己的领导骗了。谁不知道我们的大统领最稀罕这些浮雕碎片了？你家领导肯定是抢了这东西，然后向大统领邀功呢。原来是大统领想要啊。年轻人，选择大于努力。要是我把整整6块浮雕碎片都献给大统领后，你以为我还会是小小的铁锈港湾新货执法部的执法官吗？这个阮文雄手里居然有整整6块浮雕碎片，这下赚发了。你冒充这个人真的好吗？这个阮文雄怎么什么都往外说？本来只需要给李向阳1、2块浮雕碎片就能应付了，现在看来6块全都要落到他手上了。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走，纨绔子弟和无良执法者狗咬狗，想想都觉得有乐子呀。大丈夫能屈能伸，小伙子，我很欣赏你。嘿嘿，谢谢阮哥赏识。对了，我记得从荣辱小镇来的执法者有2个，另一个人呢？他在和灾兽的搏斗中牺牲了。我的甜心，本少爷这就来救你。那不是钱家大少吗？怎么会来这里？他刚刚叫谁甜心？我想起来今天下午有个传闻说，钱少看上了一个男人，还给他当舔狗，送完大蛇逆鳞后就被抛弃了。你做了啥，让那个钱少对你死心塌地的啊？我不道啊。像他这样集强大和帅气为一身的男人，本少爷当然是一见钟情了。钱少误会了，我们并没有对李先生怎么样，李先生只是履行执法者的义务，和灾兽搏斗的时候挂了彩而已。检测到阮文雄的紧张情绪，目前当前紧张值为30%，增长到70%，宿主将获得强化次数1次。还能薅点强化次数，这机会可不能放过。并不是这样的，我无伤速杀灾兽，这些伤是这些人为了抢我的风头打的，还威胁我把击退灾兽潮的风头让给他们的执法官。你这家伙胡说什么呢？你说的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啊，你们这群不要脸的执法者，我要你们彻底消失。阮文雄目前的紧张值为50%。钱少息怒，我不知道李先生是您的爱人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目的是浮雕碎片，不给我的话，我可要叫喽。老子6个全要了。敢阻碍我的寄生路，老子早就看那个钱家胖子不爽了。钱少死于灾兽袭击，本支部会为你送上一个大大的花圈，给我上！早就想打那个死胖子了。主人，你的计谋好像失败了，这群人狗急跳墙了。一切都在老子的计划之中，我看谁敢动他。检测到阮文雄的紧张情绪，当前紧张值为80%，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1次。那是钱云长。这个钱海城不是主人假冒的吗？怎么叫得出来钱云长啊？留着钱海城的小命还是有点作用。喂，跟班，
我的心肝宝贝儿去哪了？别急，兄弟，我老大吩咐过说，他忙完了就回来找你。哼，我就知道我宝贝儿还是爱我的，不然怎么会让你这个跟班来救我？这个李向阳居然和钱家少爷关系这么好，总觉得6块浮雕碎片全给了交好他也不是很亏呀。哦，对了，关于您的家庭条件，我大哥有这些不明白的地方。宝贝儿还真是心急，这么快就想见我家长了，你尽管问。为了表达我的爱，我发誓知无不答。有了本尊的情报和本大爷的演技，骗个溺爱狂家长还不是手到擒来？我的儿啊，你要有个3长2短，你爹我也不活了。没事的，爹，我不是好好的吗？那个大名鼎鼎的刚毅之都前世族长，居然是这副德行。我刚才听到有人说我的宝贝儿子死于灾兽袭击，是怎么回事啊？哪有的事儿，贵公子不是好好的吗？我刚才只是想告诉贵公子，灾兽潮来袭的时候不要乱跑，普及一下安全知识。钱家少爷，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小小执法官教训了？不敢，绝对没有教训的意思，绝对没有啊！有钱人就是牛逼啊！这些直升机上面最低都是3级圆满的火力追随者，还有些人我连实力都看不出来，应该是碾压了太多的等级。该拿走属于我们的浮雕碎片了。升级后的分身技能也太牛了，共享意识还能随时切换，甚至能自主行动。我对这个家伙的命没兴趣，只是这个人那里有我朋友需要的东西，只要让他乖乖交出来，就饶他不死。要是弄丢了这么多浮雕碎片，领导不会放过我的，但是不交出来，这些武力手现在就不会放过自己。出卖自己的屁股，被有钱少爷包养，很光荣是吧？趁我没让钱海城杀了你之前，快滚！这家伙就是监控中诱惑我儿子的男人。那人不单是你朋友这么简单吧？你是我儿子，我最清楚了。你根本不需要朋友。有人向我汇报过，你对那人有爱慕之心，还把大蛇逆鳞送给了那小子。是又怎样呢？对我们钱家来说，那东西不都是拿来送人的吗？孩子，你爹平时没要求你什么，我不在意你喜欢上同性，但是那小子我信不过，比他俊俏活好的男人要多少有多少。那胖子还真厉害，他爹这样子守他，搞男通都可以的。有钱人真会玩。我喜欢是他优秀的品格，才不是个男的都喜欢，我非他不可。好吧，我的宝贝儿子坚持的话，我会让你喜欢的人配得上我们钱家的。不知道这么多浮雕碎片能带给我什么好处？恭喜宿主一共集齐7枚浮雕碎片，获得前往神选天梯资格，是否立即开始传送？神选天梯？难道那个陈凯撒收集浮雕碎片是想成神？喂，臭老头，你干嘛？儿子，你爹我不会害你的。既然你喜欢的是他这个人，不是性别，那我找个会者把你的心上人变成女性，你照样可以爱他，传出去也不会抹黑钱家的名声。会者还有这个能力，但可惜本少爷没有自攻自受的打算。神选天梯是吧？就让我的分身先去一探究竟。又发生什么了？哦，果然配得上神选天梯的名字。只要爬到顶端就能成神吗？
我还以为是哪个强大勇者来挑战灯神之路，原来是不小心闯进来的3阶迷途羔羊。如果不想死在这里的话，还请交出那些不属于你的神选碎片，然后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吧。想要成神，现在的你还不配。我还以为是哪个强大勇者来挑战灯神之路，原来是不小心闯进来的3阶迷途羔羊。如果不想死在这里的话，还请交出那些不属于你的神选碎片，然后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吧。想要成神，现在的你还不配。不是，女神为什么穿得跟魅魔一样？作为我自傲的身姿，不展示出来也太亏了。好了，说回正题，你现在的实力去挑战灯神是死路一条。我可以帮你离开这个地方，不过也算是奖励你来到这里的努力。本女神会给你一个小小的鉴别礼。哦，是什么礼物？我去，这么刺激！当当，是棒棒糖。你打发3岁小孩呢？这可不是普通的棒棒糖，这可是拥有女神气息的棒棒糖。神之气息可以驯化灾兽，只需要让灾兽吃下它，就能乖乖听话了。有什么限制吗？那岂不是能把灾厄兽收作宠物？所有灾兽都可以，不过只能使用1次。那么，可以把碎片交给我了吗？但是，我拒绝。我李向阳最喜欢做的，就是对那些企图让我说是的家伙说 no 的。唉，你自己作死，就别怪本女神没劝过你。你就好好看着小爷我能爬多高吧。感觉这个画面在之前的预言里见过。来了，引力！就这，硬核铠甲！老是被蚊子叮咬也不是办法。引力！勇气！一群杂碎，都去死吧！这些东西是我踏上这阶梯后出现的。哼，还有这么多阶梯，按理来说难度也是逐步递增。还好我只是个分身，正好来试探一下现在的自己能走到哪里吧。走你！你才走几步，就有新的敌人出现了。这家伙比我之前杀死的那只大了2倍不止。这么大个家伙，速度居然这么快！京剧灾皇初阶。京剧灾皇，真的假的？仅次于最高等级灭世灾魔的存在，意志足以轻易摧毁一座城市。之前那只灾王和他比起来，就像是爸爸和儿子。虽然可以用棒棒糖收服，但用在这里太浪费了，得带出去。明知不敌，我却偏偏要死战，正好试试第2职业有什么好玩的能力。宿主已切换会者职业，会者的能力取决于宿主的想象力，境界提升只会增加颜料总量和解锁色彩。目前宿主共拥有300颜料值，3原色彩：红、绿、蓝。京剧灾皇初阶。京剧灾皇，真的假的？仅次于最高等级灭世灾魔的存在，意志足以轻易摧毁一座城市。之前那只灾王和他比起来，就像是爸爸和儿子。虽然可以用棒棒糖收服，但用在这里太浪费了，得带出去。明知不敌，我却偏偏要死战，正好试试第2职业有什么好玩的能力。宿主已切换会者职业，
会者的能力取决于宿主的想象力，境界提升只会增加颜料总量和解锁色彩。目前宿主共拥有300颜料值，3元色彩：红、绿、蓝。给这家伙的触手标记剪裁位里的虚线，让它们变得跟布料一样脆弱。请沿虚线剪开。啊！3阶圆满，居然能击杀金曲灾皇，这家伙有点实力啊。不过比起金曲灾皇，还是有些差距的。果然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杀死金曲灾皇还是太困难了。消耗200颜料值，目前仅剩100颜料值，释放的色彩为蓝。切断触手杀不了你，那就把你打成碎片。痛处，不许走！才以为颜料用的太少，冻不住。会者的颜料遇水反而能扩大影响。影裂。哼，我居然单杀了金句灾皇，那就让我看看这个大家伙能提供多少星火值。哎呀呀，没想到能杀死金句灾皇啊！我的星火奖励呢？你在搞鬼？别急嘛，这东西要等你出去或者通关后才给你，不然登梯人越打越强，难度逐渐递增的灯神试炼就没意义了嘛。唉，一次性攻略看样子不可能了。这才到哪儿啊，就出现了金句灾皇等级的灾兽，最后怕不是得和灭世级别的灾兽战斗。只需要交出1枚预言碎片，就能离开这里了。击杀获得的31514926星火值也会给到你。不过嘛，离开之前，我这儿有个不错的提议。第2职业远超等级的技能，你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这些力量吧？这人看上去值得投资。你是被选中的人吧？被选中的人的确是神位的有力竞争者。哼，并且有了我这个全知全能的女神协助，成神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被选中的人是指系统？一般人我还不给他这个机会呢。现在跟我签订投资契约，还免费满足你一个请求哦。看上去像传销啊，不过得先试试这里的东西能不能带出去。万一在这里面也能和外面的自己共享系统背包，就不需要放弃浮雕碎片了。什么请求都可以？只要你签了这份契约，当然是什么都可以喽。神之契约，签约双方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心灵对话，且签署双方若展开战斗，彼此的攻击都将失效。最后签署者成为编纂者所在神派一员，受制于神派管理者。看来这女神想要拉我入伙，要不是最后有个受限于神派管理者，我还真就心动了。签了就能与我这个女神共享智慧，我也会尽力帮助你，让你登上神位。让我先试试作弊行不行？神之契约已成功生效。啊！我明明是用影子签字的，这东西也能奏效？在神明面前耍小心思，你还嫩得远呢。只要有这个动作就足够了。区区凡人老是动着歪脑筋，吃瘪了吧？急了？别忘了，你还有一件事情要答应我。我早就看出你内心肮脏的欲望了，无妨，本女神说到做到。我要你也变成凡人，
什么时候我成神了，你再成神？上一个嘲讽穿越者的女神已经变成智障的代名词了。你这家伙，放着神明的帮助不要，非得拉我一起下水吗？变成凡人后，我可没了全知全能的能力了。你不知道吗？我的风格就是主打一个不按套路出牌，以后乖乖跟着我吧。那些保镖都被灾兽杀死了。当然，要不是有人出手相助，我就死了。就是你爱上的那小子救的你吧？喜欢上救命恩人，的确是人之常情。哎呀，那人失踪，我也无能为力。回去后，我带你快活快活，争取早点忘了那人。这家伙真宠他儿子，我是没想到，居然有人带着自己儿子去风月场所。该办的都办了，接下来就得想办法离开这儿。先休息一晚，明早我们就回家。现在外部越来越不太平了。获得31514926星火池，将随着分身的消逝，逐渐被宿主吸收。宿主即将突破4阶小城。那家伙手段怎么样？虽然处理分身那边的信息需要一定时间，但在那之前，还是得让摄魂把真正的千海城处理掉。毕竟，媚药快失效了。大哥，是要做掉他的意思吗？我还没杀过人啊！恭喜宿主成功提升至4阶小城。会者职业解锁能力：颜料不仅能创造物质，还能改变客观存在事物。比起杀了他，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之前那是开玩笑，既然你们盘古会有这份心，我也不能辜负才是。体验过温柔大姐姐的拥抱后，就不会再对楚会长那种萝莉身材感兴趣了。这样就能保护楚会长不受侵害了吧？呸！大哥你真好，有好事第一个想到的是兄弟我。瞧你那里出息的样子，当心被坏女人骗。没有一副身体比得上我的。是他俩。2位客人来我这里，是想做什么？这具身体不错。喂，我说的是实话。当然是来登短廊的。小弟弟，本店可是正经生意。真正经，我们就不会来了。啊，原来是那边的客人呢。跟我来吧。他俩是盘古会的人，你们准备一下，给我弄出浮雕碎片的情报。是。躲到这里就没问题了吧？哟，被我逮到只偷懒的兔子。有点眼熟，感觉在哪里见过。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目前心动值为10%。当心动值达到100%时，获得1点技能升级点数。原来是老熟人啊！店长可以指明吗？我要这位小姐姐陪我。这位小哥哥叫什么名字？和你一起的那位呢？不要害羞，都告诉姐姐好不好？我大哥李向阳，天下无敌。啊，就这些吗？告诉姐姐的越多，姐姐给的奖励就越多。组织派你来不是来摸鱼的，你也不用担心自己应付不来。哼，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喜欢装正经的，稍微灌一点酒，聊一下就拿捏了。可是会长，这人可认识我啊！莫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难道是被强迫留在这里工作的？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为70%。你认出我来了？我已经牢牢记住你的脸了。听说这里为店员赎身，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给你自由的。但是我很贵的。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为80%。为了你，多少钱我都愿意。检测到莫小瑶的心动情绪为100%，任务完成，恭喜宿主获得1点技能升级点数。好的。强化点数到手。居然都不做点什么吗？你懂什么？这叫君子不趁人之危，好吧？君子不是喜欢成人之美吗？你也知道了这女人对你有好感吧？真的不做点什么吗？